当了小三的闺蜜前来找我，得知她还怀了2个月的身孕。作为律师的我，好心劝解闺蜜，当小三为人所不齿，并希望她能够早日打胎，离开渣男，早日回归正常生活。可是闺蜜不听，还骂我多管闲事。我只能告诉她的父母，后面闺蜜被她父母带走，打了胎，而闺蜜的金主又找了一个年轻的豪车，别墅纷纷送上。金主死后，还给小三留下了大笔遗产。闺蜜怨我毁了她的富豪梦，嘶吼着都怪你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嫁入豪门，获得大笔遗产的就是我了。我的闺蜜宋暖拿着一把杀鸡用的剪刀，一剪子一剪子地插进我的胸口，我防备不及时，直接被捅了个对穿，身体的痛远远比不上心理上的痛。为什么呀？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如果当小三，肯定会被那个男人的原配打死的。我嘴角流淌着鲜血，看着发疯的闺蜜，还是忍不住解释。宋暖却嘶吼：“那是我的事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只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罢了。如果没有你从中作梗，嫁入豪门的就是我了，我还会获得大笔遗产，而我的儿子也会获得继承权。我想说，当小三的你不被原配打死就不错了，还想要遗产的继承权，孩子都不一定能生下来。宋暖，你快醒醒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啊，你是不是又发病了？”我苦笑着躲避着宋暖的攻击，试图劝她冷静下来。我没有病，我根本就没生病，精神病是我骗你们的，哈哈。宋暖癫狂地拿着剪子继续想捅我，我却不小心被宋暖他妈撞倒在地。宋暖他妈笑嘻嘻地说：“乔乔，你一直对我们家暖暖很好，她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就做一回她的出气筒吧，好不好？算阿姨求你了。”宋暖他爸也出现在房间里面，两人抓住我的手脚，让我给宋暖泄愤。宋暖他爸更是不要脸地说：“乔乔，你明明知道非婚生子女也有继承权，为什么当时要告诉我们暖暖怀孕的事情？”他脸色铁青地捏碎了我的腿骨和腕骨，语气更加气愤地怨恨道：“如果不是你把暖暖怀孕的消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会带她去堕胎？暖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”宋暖他妈也跟着生气地打了我一巴掌。就是你，就是见不得暖暖好，暖暖嫁入豪门，你就羡慕嫉妒恨你这个毒妇。我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个巴掌，多少脚踢，直到闭上了眼睛。等我再次睁眼时，看到闺蜜拿着体检单出现在我的单位律师事务所。乔乔，你说我现在怀孕了，怎么办呀？闺蜜宋暖拿着体检单坐在我办公室的椅子上，她穿着一件非常昂贵的小裙子，搭配的包包也是名牌款。按照闺蜜的经济实力推测，这些东西多半是她所谓的富豪男友送的。阿暖当小三，插足别人的婚姻是被人不齿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意识到自己真的重生回来了。那咋了？在感情里面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。闺蜜看了看自己新做的指甲，语气要多得意有多得意。你以为我像你啊？快30了还找不到对象，与其把青春浪费在事务所上，你还不如趁此机会早点找个有钱的大款嫁了。闺蜜宋暖的眼里充满着对我的鄙视，在她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给人打工、没有前途的小律师罢了。要不是看见我对她还有点用处，她多半也不会主动来找我。行吧，言尽于此。你要是不爱听，那我就不说好了。我语气淡淡的将桌子上的文件收起来，归纳整理。闺蜜这才急了，你还没告诉我怎么让他娶我呀？我伸手抚了抚自己两侧的头发，语调理所当然，这还不得看你自己吗？你现在可是有了孩子，他要是爱你，肯定会主动离婚娶你的才怪。据我所知，闺蜜的富豪男友叫许金瑞，是个有名的浪子，不知道弄大过多少个女人的肚子，在我们律师界也算是恶名昭著，每年给许金瑞收拾烂摊子的人多了去了。闺蜜听完一脸赞同的点点头，那倒是，她倒是很爱我，肯定会为了我跟宝宝和那个黄脸婆离婚的。我撇过头去，不想看到她这副恋爱脑的模样。上辈子我阻止了闺蜜逼婚富豪许金瑞的行为，还告诉了闺蜜的爸妈，没想到他们最后都怨恨我，认为我毁了他们家的富豪梦。那既然如此，这辈子我选择尊重闺蜜一家的命运。白色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探出头来的是闺蜜他妈。暖暖，好了没？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就跟乔乔说完了。闺蜜不耐烦地回应她妈的催促，语气十分不耐。我死死地盯着闺蜜他妈的这张脸，还记得她上辈子怨毒愤恨咒骂我的模样。闺蜜他妈似乎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，局促不安地说道：乔乔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？是阿姨哪里做的不好吗？那样子倒像是我欺负了她一般。我本想摇摇头，说句没什么，可宋暖却一下子发起了脾气。陈乔，你什么毛病啊？你工作不顺，冲我妈发什么脾气？宋暖这话一下子让周围办公的同事纷纷停下了手边的事情。我们事务所也算是 A 城数一数二的律师大所，来往的不是商界名人，就是某些大佬的秘书。他这样一喊，无非就是想让我丢脸，更想让我在律师界无法立足。我哪有发脾气？我语气淡淡的，我一句话都还没说。陈乔，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好朋友的份上，我才懒得来这家事务所给你增加业绩。没想到你居然无缘无故朝我妈妈发脾气。宋暖气愤地站在原地，而后眼睛一转，似乎笃定了什么一般。你是不是嫉妒我会嫁得比你好，所以看不惯我？
我就冲我妈发脾气，我差点气笑了，对方都还没答应娶她呢，就算答应了，人家原配能轻易放过她吗？我实在懒得理他，我没时间陪你玩这些无聊的把戏，没什么事情的话，你还是请回吧，我还有工作。宋暖小姐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是这样的人？也许是死过一次，我倒是一点也不着急了，只要我不插手，倒要看看宋暖能有什么好下场。宋暖他妈也开始帮腔，是啊，乔乔，你不能见我家暖暖找了个好对象就生气吧？你自己找不到，能怪谁呢？这时候的宋暖他妈还完全不知道宋暖已经怀孕的事情，多半以为自己女儿找了高富帅男朋友，正觉得光耀门楣呢，哪里顾得上其他。宋暖更是得意地对周围人说，不好意思啊各位，本来今天是想来给我闺蜜增加业绩的，没想到她不领情。看到周围同事震惊的样子，宋暖更加满意了。她总是这样，一有不顺心就直接朝我发脾气，以前还说只有对待亲密的人才会这样，我居然还傻乎乎的相信了。既然宋暖小姐要给我增加业绩，那你是来办理什么业务的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笑话，我堂堂 A 城的金牌律师，单子送到手上都不一定接，还需要她给我增加业绩？要不是她是我闺蜜，她都进不来这家律师所的门。宋暖还没注意到我对她的称呼变化，冷哼一声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办业务了，你这种人就不配得到我的关心和爱护。宋暖自以为是的拎着包就要转身离开，这时一道清丽的女声在走廊里响起，我倒是不知道陈乔陈大律师如今连业绩都需要别人帮忙做了。女人长得端庄，穿着富态，她走过来直接将一沓文件摔到我面前的桌上。陈律师，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拒绝我的委托吗？宋暖见状立马添油加醋地说，哎呦姐，你不知道吧，陈乔最讨厌有钱人了，只要比他有钱，他就不愿意接委托。说完，宋暖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苏晴眼神冰冷地看着宋暖，我跟你说话了吗？说着，苏晴身后突然出现4个穿着黑衣的保镖，给我把她丢出去。A 城苏家大小姐的脾气也是一等一的不好。宋暖这时候害怕地朝我身后躲过来，我也假装害怕地往旁边站了站，完美避开了她。宋暖焦急地抓住我的胳膊，陈乔，你快跟他们解释一下呀，我们是闺蜜，你就这样看着我被丢出去丢脸吗？我们是闺蜜，她之前不也打着让我丢脸的主意吗？我躲在一旁，看着宋暖和他妈被丢出了律所。苏晴越过众人，直接坐在我面前。陈律师，现在可以接受我的委托了吗？我有些头疼。苏晴也就是许金瑞的原配夫人，前世因为闺蜜宋暖的缘故，我故意不接受苏晴的委托，导致苏晴离婚不成。但现在嘛，我慢条斯理的拿起那一沓文件。苏晴眼神阴狠，声音低沉，3个月，我想让许金瑞那个渣男跟我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我皱眉，3个月，随即应道，苏女士放心，我很有专业素养，只要接了，肯定会按时做到，这委托我接了。苏晴吩咐保镖把门关上，然后跟我叙述事情原委。我们是联姻关系，表面和谐，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他外面的事，但他万万不该让小3小4考到我面前来炫耀。苏晴脸上越发难看，许金瑞在外面有了私生子之后，居然还想从我苏家的家产里分1/4给那个孩子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了解完事情的经过，我点点头，示意可以了。傍晚，我回到租的房子里，却发现宋暖躺在我家沙发上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宋暖看到我，立马换上一副委屈的模样。乔乔，对不起妈，白天我在律所气糊涂了，加上有了宝宝，情绪有点失控，才说出那样的话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今天那个女人，我后来才知道是我对象的原配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我也假装吓了一跳啊，幸好我没接她的委托。乔乔，原来你没接她的委托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宋暖松了口气，又立马颠倒是非的说道，也是，乔乔，你在人情世故这方面还是没我做得好。我点点头，假意赞同他的话。对了，乔乔，我跟我妈说我住在你家里了，这段时间有点反胃，一直吐，怕我妈看出来。可是我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，我故作为难地看着宋暖，你租出去了？宋暖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，那你租出去了，我住哪里？我哪管得上他住哪里？在宋暖看不到的地方，我悄悄翻了个大白眼。宋暖察觉到自己语气过于激烈，立马补道，我这不也是担心你吗？你租出去了自己住哪里呀？我很担心你，算了，我勉为其难跟你住一块吧，我要去海城出差半年。我冷冷打断他。宋暖立马急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你要不帮我开个半年的酒店？眼看宋暖越说越离谱，我知道该点拨他一下了。你不是说他马上要离婚娶你吗？他就没给你买个房子，也没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我皱着眉，一脸担忧地看着宋暖，他真的打算离婚吗？会不会是心不成啊？怎么会？他说过早就腻了家里的黄脸婆，还说很爱我，我还怀着他的孩子呢。宋暖急忙辩解，随即又愤愤道，那他怎么不管我？肯定是忘了，我这就去找他，他一定会给我和宝宝一个好未来的。宋暖风风火火地走了。对此，我的评价是，恋爱脑真的没必要救，救了也没用，也不知道许金瑞哪来的本事，能骗得这么多女人为他生孩子。宋暖走后，我果断将这套120平的小房子挂到平台出租，然后打包东西，直接换了个住处。上一世宋暖打胎后，就在我这房子做的小月子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。
换了住处后，我神清气爽，专心处理手上的工作。直到3个月后，我妈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乔乔，你怎么不接暖暖的电话？她都来家里找我了。妈，我出差了，去了海城，之前跟她说过的。她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宋暖立马在旁边接过电话，语气紧张的压低声音，乔乔，她不愿意娶我，怎么办？她原配那边找了个很厉害的律师，要跟她打官司离婚，她现在根本不愿意娶我了。我假装震惊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才来问你。你说我这孩子要不要打掉啊？我故意把声音拔高，你现在都快5个月了，现在打胎对身体会不会不好啊？嘘，小声点，要死啊！宋暖急忙制止我，随后又犹豫道：“那乔乔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真的要打掉这个宝宝吗？”我有点舍不得。宋暖的声音带着纠结，舍不得就留下吧。我顺着他的话说，他那么爱你，肯定不会不管你的。上一世，我劝宋暖打掉孩子，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说我见不得他好，说我就是嫉妒他。后来我为了他的身体和未来着想，告诉了他爸妈，他被打了胎之后，家里火速给他安排了相亲，还嫁了个不错的老公，可他却始终怨恨我。宋暖似乎被说服了，又急忙催促我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要去你那里住，我爸妈都快要发现了，现在每天只能穿很宽松的衣服遮肚子。”我敷衍他：“快了，快了，确实快了。”我右手拿着手机，左手还在翻桌面上的文件，上面是苏晴的委托材料，许金瑞婚内出轨，意图转移苏家财产的证据，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，足够让这个渣男喝一壶的。又过了1个半月 ，A 城渐渐步入秋天，我也终于回到了律所。苏晴和许金瑞已经秘密离婚，许金瑞净身出户，而这时宋暖的大肚子也彻底瞒不住了。她想去堕胎，可月份太大，没有医院敢接收。宋暖他妈陈芳找到我，上来就跟我讨要说法。陈乔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嫉妒暖暖，才故意怂恿她未婚先孕。现在暖暖大着肚子，你必须去照顾她，给她赔罪。我心里冷笑，这是我让她未婚先孕的吗？陈芳还带着宋暖他爸一起来了，看到他们上一世被2人凌虐致死的记忆涌上心头，我差点眼前一黑。我强装镇定，哆哆嗦嗦地拿起一张纸说道：“阿姨，当时我也想劝暖暖，可她不听啊，她说非婚生子女也有继承权，还坚信一定要生的儿子以后能分家产。”陈芳一把抢过那张纸，上面是我刻意打印出来的民法典相关条款。他压低声音，一脸惊奇地对宋暖他爸说：“他爸这上面说私生子也有继承权，那是不是说暖暖只要这胎生了儿子，就能去找许金瑞要钱了？”宋暖他爸没什么文化，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他阴恻恻地盯着我，像条吐信的毒蛇。乔乔不是律师吗？问问他不就完了？陈芳却一脸鄙视，他懂个屁！他要是懂，还至于在这个小律所打工？走，我们去找暖暖，别让那丫头一时糊涂把孩子打了。对，快走！看着2人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半个小时后，宋暖发来微信电话，语气恶毒地咒骂我：“陈乔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妈回来后死活不许我打胎，肯定是你搞的鬼。”我语气满是担忧：“你现在月份大了，打胎对身体伤害太大，还是先听阿姨的吧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就让他们一家子折腾去吧。宋暖不是一直想靠这个孩子谋夺继承权吗？那就去试试。苏晴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有她好受的。不知道陈芳跟宋暖说了些什么，宋暖很快就把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了珍宝，还特意打来电话朝我炫耀，要不是你让我妈知道非婚生子女有继承权，我差点就把孩子打了。等我跟许金瑞结婚，一定请你来，我们可是闺蜜，到时候你可得给我包个10万的大红包。我在电话里敷衍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们结婚，我肯定包大红包。宋暖大概还不知道，许金瑞已经跟苏晴离婚，没了苏氏集团的支持，他在商场上根本撑不了多久。10月月底，我站在苏氏集团大楼对面，雍容华贵的苏晴朝我伸出手，陈律师，合作愉快。我伸手回握，合作愉快。这笔单子让我赚了不下10万委托费，苏晴也成功离婚，摆脱了渣男。为了感谢陈律师，我给你的好闺蜜宋暖小姐送了一份大礼。苏晴似笑非笑地说：“您说笑了，能摁着我头往地下踩的，算什么好闺蜜？”我淡淡回应。当天傍晚，宋暖就知道了许金瑞离婚且净身出户的消息，直接堵在了我家门口，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。陈乔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许金瑞成了穷光蛋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宋暖眼眶挂着浓重的黑眼圈，自从怀孕后气色就极差，加上怀孕后嗜睡旷工，早就被化妆品公司开除了。此刻的她穿着邋遢，双腿只能外八字站立，一看就受了不少罪，脸上的痛感肆虐。我伸手摸了摸发烫的脸颊，和上辈子挨打的痛感重合。随后我不由分说地举起手，在宋暖不可置信的眼神里，正反2巴掌把他扇成了猪头脸。我不是早就告诉你，当小三没有好结果吗？你现在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宋暖气得浑身发抖，你居然骗我妈，说非婚生子女有继承权，害得我想堕胎都不行。他的眼神里满是怨恨，唯独没有一丝后悔。我冷笑，我没说错，非婚生子女本来就有继承权，可惜你的富豪男友已经跟原配离婚，净身出户了，他自己都身无分文，就算有继承权，你能分到什么？我故意幸灾乐祸。这时宋暖的爸妈也赶到了，上来就指责我，
你怎么让暖暖一个孕妇站在过道里？陈乔以前还觉得你是个好女孩，没想到心肠这么歹毒，敢欺负我家暖暖。宋暖他妈先拉住宋暖，防止她冲动。骂完我才转头看女儿，发现宋暖脸肿得像猪头，当即就要报警。我不能让我女儿白白受欺负。我暴毙看着他们一家三口，那就报警吧，让警察来评评理，是谁先动的手。宋暖急忙拉住他妈的手摇头，他妈这才打消了报警的念头，却依旧不依不饶。就算是暖暖先动手，你也不能打她，你也有错。我看你给我家暖暖赔5万医药费算了，毕竟她现在身子娇贵，马上就要嫁入豪门当阔太太了。这钱我1分都不会给。我说完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门外，宋暖一家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走。不知道宋暖会不会告诉他妈，许金瑞已经成了穷光蛋的事。我心里暗想着，本以为这件事就此落幕，没想到我竟收到了许金瑞和宋暖的结婚请柬。许金瑞都破产了，宋暖居然还要跟他结婚，我又震惊又好奇，还是去赴了宴。婚礼上，宋暖的孕肚大到婚纱都遮不住，只能大着肚子举行婚礼。许金瑞长相普通，没什么特点，我实在无法理解宋暖的选择。直到看到婚礼上那些奢华的首饰和豪车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哪怕许金瑞破产了，在宋暖一家眼里也是能抓住的最后一根金稻草。宋暖跟许金瑞满脸喜气，敬酒时，我以为她怀着孕走个过场就好，没想到还是径直走到了我面前。乔乔，谢谢你来参加我和我老公的婚礼。他脸上堆着笑，厚重的粉底也掩盖不住浓重的黑眼圈。我点点头，平淡的祝福新婚快乐。他给许金瑞介绍了我，我也假意客套了2句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突然鬼使神差地说：“阿暖，他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，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”宋暖脸色瞬间大变，陈乔，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，你就是嫉妒我嫁得好，是不是想勾引许金瑞？他说着，举起手里的红酒就要朝我泼过来，我立马躲到一旁，红酒泼了个空。宋暖气得发狂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你听着，陈乔，你这张脸根本没有男人会看得上你，你滚！我的婚礼不欢迎你，谁稀罕参加他的婚礼？”我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开了婚礼现场。真是活该，偏偏还想拯救恋爱脑。许金瑞虽然跟原配离婚了，但公司还在，虽说不如以前富有，也算小康水平。宋暖他妈大概就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才死活逼着宋暖结婚。可惜许金瑞的私生子可不止一个。我人还没走出会场，就听见里面乱作一团。只见另一个女人带着个2岁的小男孩冲了进来，嘶吼道：“许金瑞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还给你生了儿子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要结婚也得先跟我结。”许金瑞本就名声极差，这场婚礼闹剧直接让他公司的股价跌至谷底。过了4、5天，我妈打电话来跟我八卦，我才知道了婚礼的后续。宋暖婚礼上一下子冒出来2个女人，都是许金瑞的人，都要逼婚。一个带着2岁的儿子，一个刚怀孕3个月。看样子宋暖连小3都算不上，不知道是小4还是小5。乔乔，你可得长点心，别跟这种人当朋友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会离他远远的，好好活着不好吗？上辈子造的孽已经够多了，这辈子我只想远离宋暖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于是我换了住处，换了微信。得益于和苏秦的合作，我这个原本名声不显的律师也有了和大集团合作的资历，很快就被邀请到苏氏集团担任法律顾问。抛出橄榄枝的正是苏秦。我也换了新房子，一套300平的平层别墅。下班后，苏秦经常会接我一起去咖啡厅闲聊，我们渐渐成了新闺蜜。在咖啡厅里喝着浓醇的香草拿铁，苏秦跟我说起了许金瑞和宋暖的近况。对了，许金瑞的公司没撑过半年就被苏氏集团吞并了，成了穷光蛋的许金瑞还是跟宋暖结婚了。宋暖生了个瘦弱的女儿，宋暖他爸妈也够没良心的，逼着自己女儿嫁给一个没本事的渣男。我问那宋暖过得怎么样？苏秦冷笑一声，反问我怎么还惦记着他？我也冷笑，不是惦记就是看他过得惨，我才安心。后来陪苏秦逛商场，开车经过车库拐角时，迎面撞上一个扫垃圾的女人，她手里还牵着个流着鼻涕的小女孩。眼看扫把要撞到我的车，女人立马飞奔过来挪开，然后忙不迭的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就给您挪位置。”女人大概30多岁，穿着朴素，脸上有一道碗口大的伤疤，看起来像是被啤酒瓶砸伤的。她浑身透着一股贫困妇女的沧桑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得不带着孩子一起上班。如果不知道她的经历，我或许会心生怜悯，可我认得她，那个女人就是宋暖。我没有说话，径直开着车离开了。后来我准备自己开一家律所，从林清律所搬走时，无意间登录了以前的微信，里面全是宋暖发来的消息，一条又一条，跨越了许久。陈乔，你为什么不告诉许金瑞是个穷光蛋，害得我现在只能嫁给他，过这种苦日子？陈乔，你快来救我！我知道错了，不该骂你。许金瑞那个狗东西骗我，他还背着我跟别的女人来往。陈乔，我生了个女儿，我爸妈居然想让我用孩子去找苏秦要抚养费，他们是不是疯了？陈乔，我爸把许金瑞打了，许金瑞把我爸送进监狱了，我妈受不了打击跳楼死了。乔乔，我错了，你帮帮我吧。最后一条消息发送时间是3个月前，我关掉手机，将这个微信永久删号，过去的恩怨就此翻篇，恶人自有天罚，不必我再多做什么。